个卖货，那也没你的份儿。下乡的女知青为了能早日回城，竟然利用自己的身体和别人进行交易。住在同一个帐篷的老金看不下去，就说了他2句。没有底线的女知青竟然还出言嘲讽为他好的老金。女知青名叫韩露，到了自己该回城的日子，每天都待在帐篷外面等厂部的人来接她回去。可是韩露一连等了几天都不见厂部有人来，心灰意冷的韩露心想，可能是厂部早已经忘了她的存在。这天来了一个小伙，得知韩露的处境以后，就告诉韩露自己有关系能联系到厂部，但是需要韩露的回报。韩露自然明白小伙的意思，为了能够早日回城，就把自己珍藏了20多年的贞操交给了小伙。韩露更是把希望都寄托在小伙的身上，没想到小伙直接销声匿迹了。住在同一个帐篷的老金早已经把韩露当成自己的女儿来看待，看到韩露这么糟蹋自己，虽然很心痛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就在韩露灰心的时候，后面又来了一个老头，对韩露说：“他也帮不上你嘛忙，所以叫我帮你。你呢，也别见外啊。”韩露知道老头的意思，心想反正自己第一次早就没了，再多个人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只要能帮自己回城就行。说完就招呼老头进了自己的帐篷。老金放牧回来以后，看到帐篷外面停放的摩托车，就知道韩露肯定又在帐篷里面托关系。老金虽然很心痛，但是也不想破坏韩露的好事，只好坐在帐篷外面焦急的等待。老金等人走了之后才回到帐篷里面，就看到韩露正四仰八叉的躺在床上。老金刚想劝说韩露，没想到韩露却对老金说：“找我这些人都是偷关键的。”多关键？反正都是些关键的。老金听完就说：“有些人也帮不上你忙，又不能跟这个睡，不跟那个，你不跟他，他就来堵你路。一碗水要端平嘛。”原先这些人还躲着老金不在的时候来找韩露，但是当牧场都知道韩露没有底线之后，竟然直接当着老金的面来帮韩露回城。老金实在是看不下去，急得在帐篷里面走来走去。当别人帮完韩露离开以后，老金再也忍无可忍，对着韩露骂道：“你是个卖货，那也没你的份儿。”这也是2人第一次爆发冲突。老金看到自甘堕落的韩露，下定决心不再帮他了。没过几天，韩露就开始呕吐起来。老金知道韩露这是有了身孕，老金没有办法，只好骑马带着韩露来到牧区的办事处，想让跟韩露睡过的人来承担责任。所有人见状立马就跟韩露撇清了关系。老金气不过，直接掏出了自己的猎枪，吓得这些人掉头就跑。韩露怕闹出人命来，连忙制止了老金。老金没有办法，只好带着韩露来到卫生院做了人流手术。韩露做完人流以后，又跟老金回到帐篷。老金本以为韩露会因此改过自新，没想到韩露却还想通过这种方式回城。老金也知道韩露是当局者迷，以为那些人会帮自己回城，但是作为旁观者的老金心里清楚得很，知道那些人只不过是把韩露当作玩物，不会帮助韩露，更没有权利让韩露回城。韩露见老金没有答应，就对老金说：“我最该感谢的人应该是你，只可惜你是个二椅子。”说完，韩露还亲了老金一下。老金见状就把头转到一边，还顺势推开了韩露。此时的老金做了一个决定，要帮韩露脱离苦海。随后老金就举起猎枪对着韩露的眉心开了一枪，